随着这道未知力量的出现，萧炎、林动牧尘感到了一股强烈的能量从那巨响爆炸中散发而出，在萧炎他们的身上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压迫感，令他们感到无比的渺小和脆弱。就在他们不禁脸皮扭曲震惊的时刻，爆炸声所产生的力量瞬间消失不见，而刚刚重组的天域又一次的变回混沌，一片混沌的空间再一次的出现在萧炎等人的面前，仿佛是万物始出的状态。这里没有光明和黑暗，没有生命和死亡，只有混沌和虚无。萧炎、林动牧尘几人深吸了一口气，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危机，仿佛他们的生命力受到刚刚那股未知力量的影响，正在飞快的流逝。他们不知道刚刚那一声爆炸是代表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道未知的力量将这里天域空间碎片进行了重新改变。见到萧炎、林动牧尘三人的异动，元尊的双手结印，将神圣玄奥的气运大道神力注入了他们的体内。随着气运大道神力的注入，他们三人刚刚的生命力流逝也停止了下来。元尊前辈，这股未知的力量是什么？刚刚我们的生命力竟然被无形的在加速流逝，随着生命力在元尊的帮助下，也是让他们获得了安全。那是一种超乎大道极限的存在，一念造化，万物复苏。大道极限，一念造化，万物复苏。还没等萧炎、林动牧尘三人回过神来时，下一刻，混沌空间的景象再次发生了惊人变化。被毁灭的天域世界似乎又一次被造物的力量重新恢复了过来，那股力量让这个曾经被摧毁的世界又一次拥有了新的重组与开始。那些被摧毁的地方重新复苏了起来，仿佛就是没有被摧毁过一样，就好像是有一位神明创造了一切，而这些被摧毁的地方只要愿意就能够恢复过来。天域世界涅槃之后的焕发，万物都恢复了，但这世界中充满着依旧磅礴的诡异死气，而这一切都是刚刚那道能量的爆炸之后所致。在这个混沌的空间中，一切都在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。造化之法悄然光顾，彰显着它的伟大和无限可能，甚至能够感受到万物之间的联系和配合，一切都在顺应着自然的规律。在这个充满着秩序和混沌的空间，无数的御灵和御魂正在聚集，刚刚已经死去，而现在确实又恢复过来，他们都眼含敬畏，仿佛在望见了某种造化的力量。造化之法静静的流淌，给这方世界带来无尽的可能。万物复苏，如同一份无尽的秩序，使得整个破碎的天域世界都在发生着神秘的变化。萧炎等人望着眼前的天域彻底恢复，更是惊讶不已。在萧炎等人的眼中，天域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，空间破碎，破败不堪，但此刻竟重新焕发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元尊也是望着恢复后的天域，表情更是带着凝重和渴望的目光，感受其中的造化之法。超脱大道极限，即为造化，万物皆由造化生，而造化乃是能够改变形态的变化，力量的运用以及推动万物的进化，即便是大道在其面前也会变得无法触及。萧炎、林动牧尘听后震撼不已，不禁想起了刚刚生命力的流逝，若非元尊出手相助，此刻的他们早已经成为造化之能中的养料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同时也让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超脱大道极限造化之能的可怕性。虽然对于造化的了解不多，但仅仅听着元尊的讲述，就已经让萧炎、林动牧尘对造化之法产生了难以置信和前所未有震撼。他们恍然大悟，造化乃是万物之能，就连大道也望尘莫及。天域中黑云翻滚，魔光闪耀，仿佛在庆祝着天域的重生。萧炎等人感受着其中的强大气息，他们知道此刻的天域已经焕然一新，蕴含着更加可怕的力量和神秘的造化之能，使得天域比起之前的天域更加的危险。因为这是被人的地盘和主场，天域世界重新塑造后，其中的能量也是随之变得浓郁起来，这对萧炎他们来说又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这天域的复苏让我感觉情况有所变化，我们还是快一点让林兄和牧尘的御魂与玉心断开联系吧。萧炎望着四周，那笼罩着一片的黑暗，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黑暗世界，却感到一阵寒意袭来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重组后的天域仿佛变得更加的生动了？元尊突然说道。闻言，萧炎、林动牧尘先是有些不理解这话的意思，然而在他们催动强大神魂的注视下，发现这整个天域的空间好像是不断的缩小后又放大，缩小后又放大，甚至可以听到来自深渊中的砰砰的诡异之声。难道萧炎、林动牧尘三人立马抬起头，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还是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声音：天域就是玉心。元尊点点头，表示他们的猜测没有错，整个天域世界就是玉心，他们现在可都是在玉心之中。玉心拥有着造化之能，刚刚被毁灭了的天域也是重新恢复，而且其中的诡异能量变得更加的庞大。毫无疑问，这个玉心的存在是所有神奇强者的噩梦，这堪称是地狱般的万魂之地。虽然能够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可是他们确实无法出去，特别是玉魂，更是只能在玉心中游离着，永远的留在这里。如果这就是玉心的话，那么我们要如何让林兄和牧尘的玉魂和玉心断开联系？萧炎直接问道，毕竟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。想要断开玉心的联系，必须要打破其中的造化之法，否则就算是我也无法救出他们。原本元尊想要以气运大道救出灵动和牧尘，可是如今这天域的真面目已经展现出来，
其中更是有着可以造化万物的力量。只有打破玉心中的造化之能，才能够彻底的救出灵动和沐尘的玉魂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，元尊前辈仿佛是唯一的亮色，但是造化之能的强大让得灵动和沐尘感到绝望。他们还只是天位神的领域，想要撼动造化之能，怕是根本就不可能。眼前只有这位神界的大传奇元尊才有一丝希望。但从元尊的话语中得知，玉心蕴含着造化之法，那是超脱大道极限的更高存在。就算是拥有大道巅峰主神实力的元尊，也没有100%的把握。所以他们二人燃起的希望又一次的被剿灭。这神奇联盟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东西？或者说，这不属于神奇联盟，正确的说，应该属于灭神府之物。对于那个灭神府，灵动和沐尘成为玉灵以及玉魂后，都很难在这天域中了解到关于灭神府的信息，只知道他们的行踪很神秘，随便一个出来都是可以碾压一切的存在。特别是这魔神，实力虽然还没恢复到巅峰，可却是能够与元尊不分上下。如此可见，如果魔神的实力彻底恢复巅峰，那岂不是连元尊都不是其对手？这灭神府的底蕴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，并且根本就无法看透灭神府的真正底蕴，仿佛是一个无底洞的深渊。而且元尊与灭神府的神秘府主交手过，前者都是无比的忌惮后者。看来这灭神府非常的不简单。恢复后的天域，其中充斥着一丝造化之法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绝望的气息。这里不仅仅是一方黑暗万魂之地，更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囚笼。此时元尊平静的道，就算我无法打破这里的一丝造化之能，我也不会放弃希望你们。而刚刚困住魔神的气运归元大阵，在这时候也是撑到了极限，其上布满着无数裂缝。那位魔神之影在他那诡异的阴森笑容下，魔掌呼啸而出，最后重重的轰击在了气运归元大阵之上。咔嚓，伴随着犹如是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，整个大阵竟是在元尊那凝重的神色中化为无数星点落下，直至消失。气运归元大阵被魔神终于打破，那处区域的瞬间出现了恐怖的气息乱流，混乱不堪。魔神之影再度出现，身形无比的巨大，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魔神之气，他的眼神冷酷无情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在获得重生的天域世界能量的支持下，他的主场充满了全新的压迫感和威胁。哈哈哈，本神出来了！魔神大笑着，声音深沉而狂野，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一般。魔神的再次出现让萧炎、灵动、沐尘都是心惊胆战，就连神界大传奇的元尊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们知道，如果再不将玉心中的造化之法破除，今日这位魔神不会留下任何一个活口。包括元尊在内，恐惧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的背脊不禁发凉，气流翻腾，空间扭曲，雷霆在天空中炸响，似乎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预演悲壮的序曲。天地之间疯狂的震动，仿佛整个天域世界都在为魔神的再次降临而激烈的颤抖。魔神的巨大身影笼罩在这一方黑暗之中，如同一个无法逾越的悬崖，让人无法窥视他的真正力量。他的力量此刻无穷无尽，如同一道无法抹灭的黑暗，将所有的希望都笼罩其中。在这片恐怖的黑暗氛围中，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，更是无力挣扎。你们4位今日将会陨落在本神的手中，哈哈哈！伴随着魔神的恐怖笑容声响起，四周的空气仿佛凝结成了实质，浓郁到让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。魔神的笑容中透着一股不屑，仿佛一切都是在他掌控之中。元尊悬浮天际，而天空中黑暗袭来，魔云翻滚，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毁灭风暴。天域的天际上突然崩裂蔓延，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空间深渊，而在那空间深渊中，不断有黑暗的力量涌出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地吞噬。天域的恢复给了魔神前所未有的优势，使得魔神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击破了气运归元大阵。感受到魔神此时的磅礴魔气，就连元尊都没有了刚刚那一份从容，其表情已经被凝重所代替。但是元尊可不会惧怕对方，如今他能够成就大道巅峰的高度，可不是因为惧怕走到这里，可是勇者无畏，只有面对真正的劲敌，才会使他变得更加强大，突破自己的界限。元尊紧紧握着手中的绝世神器气运天罡魂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知道这一战注定是一场生死搏杀，胜者生，败者亡。即使面对着强大无比的魔神，元尊也绝不会退缩，因为他心中坚信，无论多强大的敌人都无法战胜正义。况且自己又是身负气运之道，传承了气运之神，可不会那么容易败。元尊站在前方虚空中，他的目光坚定而冷静，没有丝毫的惧色。这一次的战斗将决定他自己以及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今后的命运，他必须全力以赴，与魔神展开最后的决战。风起云涌，黑暗的气息弥漫在整个天域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属于他们的生死战场。此时的魔神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周身所散发出来的魔神气息越发恐怖。哈哈哈，好，看你如何阻拦本神击杀另外那2位传承者的玉魂。魔神挥舞着自己的手臂，召唤出无尽的黑暗力量，将周围的空间扭曲的像是一团乌云。那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可以将所有生灵神灵吞没其中。同时天际上的空间深渊中却是响起了轻柔的诡异音乐，传荡在天域的每一处角落。随着诡异音乐之声的旋律变化，天域中的所有玉魂涌现出诡异深邃的目光。在这天域世界的尽头，玉魂汇聚，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，
不断被拉扯着他们的意识，那种感觉宛如在无尽的沉沦，无法自拔。就连灵动和沐尘也是受到这道诡异音乐的影响，他们的两眼开始放空，想要极力反抗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。